有一家公司正在做着时间的显微镜，它不是去预测未来，而是能读懂生命的底层密码。更惊人的是，这家公司市值现在只有3.5亿美元，却已经拿到了诺贝尔奖得主和一线风投的加持。而就在过去几个月里， ARK 木头姐疯狂抄底，几乎是无视市场的低迷，持续增持这家公司。这只股票就是 Quantum C QSI。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 Quantum C可能会误以为他在做量子计算，但实际上他做的事情比量子计算更接近生命的本质。Quantum C 是一家生物科技公司，专注于单分子蛋白质测序。如果说 DNA 测序让我们了解了生命的代码，那么蛋白质测序就是让我们看懂代码的执行结果。DNA 是剧本，而蛋白质是演员。真正决定你是否健康、是否老化、是否会得病的，往往不是 DNA， 而是蛋白质。而 QSI 做的就是一台可以看清蛋白质世界的机器。这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，但你可以理解为它让医生能在疾病出现前就看见疾病。QSI 由 Jonathan Rothberg 博士创立，这位人物在生命科学领域几乎是传奇级存在。他曾是 Ion Torrent and 454 Life Sciences 创始人，而这两家公司都在基因测序革命中扮演了关键角色。更夸张的是，他的团队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台个人基因测序仪，彻底改变了医疗研究的方式。Rothberg 的理念是，如果我们能读懂生命的代码，就能改变人类的命运。所以 Quantum C 的使命就是将这种读懂生命的能力从实验室带入医院，带入日常生活。他们的目标是让蛋白质测序像 DNA 测序一样普及、便宜、可扩展。那么这个行业到底有多大呢？我们来看看数据。根据麦肯锡与 Frost and Sullivan 的研究报告，全球蛋白质组学市场目前约为300亿美元，但在未来10年预计将增长到1400亿美元以上。原因很简单，基因测序已经饱和，而蛋白质测序才刚刚起步。现在全球医疗研究大部分集中在 DNA 层面，但科学界越来越清楚一个事实， DNA 只是可能发生什么，而蛋白质才是真正发生了什么。举个例子，你可能基因健康，但蛋白质异常，就可能提前患上癌症。你可能携带疾病基因，但蛋白质状态正常，就不会发病。这就是为什么美国、欧洲、日本都在推动所谓的蛋白质组学时代，而 Quantum C 正是这个时代的关键参与者。它拥有全球唯一的商用单分子蛋白质测序平台 Platinum 系统。这项技术能以更低成本、更高准确度读取蛋白质结构，是传统仪器的10倍效率。这意味着未来每家医院、每个实验室，甚至每个制药公司都可能成为 Quantum C 的客户。Quantum C 最新的季度财报显示，公司现金储备约为3亿美元，这在当前生物科技领域属于非常安全的水平。公司几乎没有债务，运营稳健。2024年营收约为500万到700万美元之间，看似不高，但增长速度惊人，同比增幅超过120%。更重要的是，公司在不断压缩研发成本，毛利率从20%提升到了接近40%。虽然目前仍处于亏损阶段，但现金流足以支撑未来3年以上的运营。
现在的市值仅约3.5亿美元。你没有听错，一家拥有独家技术、现金充足、行业天花板上万亿的公司，如今的估值还不到一个中型软件企业的零头。这就是典型的被市场遗忘的宝石。更耐人寻味的是 ，ARK 基金的木头姐 Cathie Wood 在过去数月持续增持 QSR。根据最新的13F 文件 ，ARK 基已连续8个季度买入 QSR， 目前持仓超过1200万股，市值占基金约1%。木头姐的逻辑其实非常清晰，她相信科技加医疗的融合是未来10年的最大浪潮。AI 可以帮助制药，量子算法可以帮助分析蛋白质结构，而 QSI 恰好站在这个交汇点上。他曾在访谈中说过一句话：未来的医疗不是治疗疾病，而是预防疾病。QSI 的技术就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。当然，这个领域的竞争极其激烈。蛋白质测序领域的主要玩家包括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、Bruker、Olink、SomaLogic， 这些公司都有强大的客户基础，但他们大多依赖传统的质谱技术，设备昂贵，体积庞大，需要专业人员操作。而 Quantum-C 的核心优势在于，它的 Platinum 平台是基于半导体和单分子成像技术的，这让设备可以小型化、可扩展、可量产，成本大幅降低。换句话说 ，Quantum-C 不是和巨头们拼设备，而是在重新定义整个行业的生产力模式。就像苹果重新定义了手机，特斯拉重新定义了汽车，它是要让蛋白质测序变成一台可以放在桌上的生命显微镜。Quantum-C 拥有超过200项核心专利，覆盖单分子荧光成像、蛋白质片段识别、机器学习算法等关键领域。公司的软件平台可以自动识别蛋白质序列，并利用 AI 算法进行结构预测和疾病关联分析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正在构建一个蛋白质数据库，类似于基因组数据库。一旦建立，这个数据壁垒将成为公司最核心的护城河。你可以理解为，特斯拉靠行驶数据，谷歌靠搜索数据，而 QSI 靠的是生命数据。当然，没有任何一只高科技股票是没有风险的。Quantum-C 的风险主要在于以下3点：一、商业化进度。目前产品仍处早期推广阶段，客户主要集中在科研机构。2、竞争压力。如果巨头加速推出新型设备，可能压缩 QSI 的市场空间。3、股价波动。公司体量小，资金面影响较大，股价波动剧烈，属于典型高风险高回报标的。但相对而言，公司拥有的现金储备和技术积累足以支撑它度过研发周期。而且木头姐、诺贝尔团队的支持也在给市场信心。回头看，我们经历了3次生命科技的革命。第一次是基因测序革命 ，Illumina 崛起；第二次是精准医疗革命，像 CRISPR、PacBio 等基因编辑公司爆发；而第3次正在悄悄开始蛋白质测序革命。Quantum-C 正是这场革命的起点公司，现在它的市值只有3.5亿美元。一旦技术成熟、商业化落地，它的空间至少是10倍甚至50倍起跳。很多人现在对它无感，就像10年前没人看懂 Illumina、没人看懂 CRISPR 一样。而历史从来不会为迟到的人准备第2次机会的。所以 QSI 不是一只投机股，而是一只时间的股票。
他赌的不是下周的涨跌，而是未来10年的科技格局。当 AI 与生物科技真正融合，读懂生命、提前预防疾病、个性化医疗都会成为现实。而在这个世界即将打开的门口，Quantum C 正悄悄握着钥匙。